这段画面相信很多人还有印象。2023年，一支越野车队违法穿越罗布泊，结果其中4人不幸遇难。等搜救人员发现时，他们的皮肤因为高温都已经出现了碳化现象，这让不少人看后都大感震撼。2023年6月，成都一家汽车改装店老板周某准备组织自己的客户进行一次越野之旅。这些人有过一些川藏线的旅行经历，但318国道的环境跟他们要去的地方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这个地方叫罗布泊，它是中国4大无人区之一，有着死亡之海的称谓。那里不是人烟稀少，而是没有人烟。整块区域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死寂。而我们本期故事的发生地并不在罗布泊的核心区域，而是地球这儿东侧的库木塔格沙漠。这里属于野生骆驼保护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禁止个人或旅游团体私自进入的，但许多人还是会偷偷进去。比如这期视频中的一行人，他们不仅选择在这里穿越，而且还选在了酷热的夏季。在2023年6月底，汽车改装店老板周某联系了敦煌当地向导贾某，双方敲定了7月下旬违规穿越罗布泊的事，行程大约3天。向导贾某收取车队每人9800元的服务保障费，除了帮忙领路外，每次往沙漠给他们运油，还得再收2800元的运油费。大概在7月18日左右，川籍的汽车15人从成都出发，他们用了2天时间到达敦煌，并准备在休整1天后，于7月22日进入罗布泊。据队伍中的摄影师称，他们并不是网传的那样准备不足，而是准备了约6天的食物和水，卫星电话也带了4台，同时还有 GPS 定位设备、轮胎、牵引绳等救援工具和修车工具。除物资车外，每辆车上还装着4箱矿泉水。而向导那边派了2车5人，2辆车为江淮皮卡和福特猛禽，5人分别是向导贾某以及他临时找来的向导段某、向导兼保障人员朱某、1名厨师以及1名汽车修理工卢某。但出发这天，贾某又让一辆粤牌丰田兰德酷路泽加入进来，后面我们就简称他为陆巡了。贾某对川籍车队称，这是他的朋友，实际上应该是他临时拉来的客户。陆巡车上共有3人，1对父子以及那名父亲的朋友，因此车队也就变成了10车23人。出发时，向导段某开着猛禽排在第一个，游客的车在中间，末尾是贾某和修理工的蓝色江淮皮卡。因为此行属于违法穿越，可能为了防止有心人举报，也可能是怕路上被查，贾某在出发前对外宣称要走北线，而实际上他们要走的是南线，也就是安南坝野生骆驼保护区、库木塔格沙漠、彭加木纪念碑、飞机残骸、大峡谷、小泉沟、花土沟这条线。这么做也是为了躲避检查。7月22日，车队正式出发。他们从敦煌出来后，在党河口顺着高速一路向南，在阿塞克县城转走314省道，进入安南坝野生骆驼保护区。到达尽头后，车队离开省道，开始一路向西北前进，最后从名为巴伦沟的一条山谷进入沙漠。可他们刚一进去，就开始在现车、拖车、再现车中不断循环。最频繁的就是后来加入的那辆粤牌陆巡据说这辆车没有改装，比如更换沙地胎啥的，又或者是车主的驾驶技术不过关。总之，大部分时间都是陆巡车在折腾，这导致他们22号这天没能到达预定营地，因为天色渐晚，前面有都是沙丘，很难走。所以在穿过巴伦沟后，车队直接选择在一片空地上扎营休息。虽然一开始就不顺利，但大家的心情还过得去。晚上，厨师为他们烧烤炖羊肉，众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还一边放着烟花。第二天早上，车队再次出发，目标是彭加木纪念碑。我们从地形上可以看出，接下来这段路都是沙丘，沙丘呈南北走向，而车队却是往西走，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逆着纹路开，也就是不停的翻坡，以至于傍晚时他们才走了50公里左右。之后众人再次扎营休息，因为有几辆车快没油了，尤其是2辆道奇皮卡公羊，也就是霸王龙， 6.2T 排量，100公里油耗就超过30升。更糟糕的是，这款车的油箱本就很小，2辆车的车主还没有添加额外油箱，所以他们也比其他车加油更为频繁。等大家安稳下来后，厨师开始给众人做饭，向导贾某和段某则开着猛禽去拿油，位置在50公里外的飞机残骸处，这是他们以前埋在这里的。当晚9点几人返回，并优先给2辆霸王龙和粤牌陆巡加油，可加完他们才发现加错了，因为这3辆车都需要加95或98号汽油，可他们运回来的却是92号汽油，具体是哪个人加的不清楚。不过当晚霸王龙在试车时发现还能开，陆巡的问题好像也不大，因为他们带回的油并不足以给所有车添加，所以贾某与段某又用陆巡车上的卫星电话联系敦煌当地的保障人员往这边送油。吃饭时，贾某还向众人敬酒道歉，大家也表示理解。晚上，厨师又为大家做了美食。在沙漠中度过第2个夜晚后，第2天，也就是7月24日凌晨5点，向导联系的运油车终于赶到。
加完油，吃完早餐，车队准备再次出发，可那2辆霸王龙却突然全部熄火，月排陆巡也出现了动力不足现象。大家分析一会儿后觉得应该是错加了92号汽油的原因，他们决定再加些95汽油中和一下。结果在给白色霸王龙加油时，不知是修理工还是向导贾某，竟用离谱的错加成了柴油。当发现后，他们赶快把油箱拆下来，准备把油放掉，但厄运似乎找上了他们。在清理油箱时，修理工又不慎把油管给弄破了，这车彻底动不了了。白色霸王龙上共有2人，分别是67年的男车主以及他87年的女友。从这里也能看出网上说这群人都是90后也是谣传。他俩一个56岁，一个36岁，怎么会是90后呢？连续2次加错油，现在又直接把车搞坏，这对情侣当时的心情肯定很差，双方有没有吵架不清楚。总之，他俩是没有了继续游玩的心情，于是2人决定退出车队，并要求向导贾某立刻带他们返回敦煌，然后再派人把他们的车拖出来维修。月排陆巡也因为错加了92汽油，导致汽车动力不足，再加上他们频频陷车，本就不想玩了，所以他们也决定跟着回敦煌。而熄火的蓝色霸王龙车主却做了另一个选择，他决定弃车，然后坐别人的车继续玩。事后证明他做了一个正确选择。之后这支队伍就分为了2组，大部队共7车16人，他们在向导贾某的带领下继续按预定路线前进。第2支队伍2车7人，他们有向导贾某带着返回敦煌，其中贾某、修理工卢某、霸王龙情侣4人乘坐江淮皮卡在前，而月排陆巡3人开自己的车在后面跟。他们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准备从东北方出去。出发前，贾某还把大部分水和食物都给了大部队，他们7个甚至连卫星电话都没有。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贾某的做法有很多疑问，比如他为什么不原路返回，为什么不自己留着水，为什么不带卫星电话等等。当时我也是一头雾水，不过先不着急，待会儿我再专门讲这个。我们先跟着他们继续往前。7人往东北方走了10公里后，那辆月排陆巡车因为加错油的问题突然罢工。也有一种说法是车担在了一个小山梁上下不来了，总之就是他又停下了，因为皮卡上已经坐不了太多人。当时他们离最近的公路又只剩半小时路程，所以向导贾某决定让月排陆巡上的3人原地等待，并保证2小时后他会带救援车回来接他们。以防万一，贾某又把大部分水和食物留给了3人，他们4个只带了1天的水。从这也能看出贾某是非常自信他们能很快出去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确实半个多小时也就开出去了，但意外却真的来了。江淮皮卡在行驶了30多公里后突然陷车，从后来的图片来看，车陷的其实并不严重，可几人愣是没有把车救出来。在陷车后几人说了什么，有没有争吵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最后贾某的选择来看，应该是有的，因为贾某突然徒步向沙漠外走去。从陷车的位置推测，陷车时间应该是在下午2、3点，因为时差的问题，这个时间恰好是沙漠的正午时分，太阳在头顶直射，沙漠中的温度差不多有40度以上，地表温度更是高达70多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别说在沙漠里徒步行走了，就是在外面多站一会儿都会中暑。对这里无比熟悉的贾某，不可能不知道这是徒步出去意味着什么，而且还要走20多公里，真要徒步也应该是晚上，但贾某就是直接走了出去。结果他走了大约8公里就倒下了，原因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缺水。从距离和人在沙漠中的步行速度推测，他倒下的时间应该是在下午7、8点左右，那时天应该还没有黑。而江淮皮卡上的3人，也就是那对情侣和修理工鲁某，这时很可能还在车上，因为贾某出发时应该跟他们保证过当晚就会回来，于是3人就在皮卡睡了一晚。可等天亮后，也就是7月25日，3人发现贾某并没有来接他们，这时皮卡内的油还有很多，但水快要喝光了，因为几人只带了1天的水，其他的都给了陆巡车。没人知道3人当时的真实心情，但肯定是无比纠结、无比恐惧的。贾某为什么没来接他们？是不准备救他们了，还是说贾某已经死了？一望无际的荒漠中，他们连飞鸟都看不到一只，更不要说人影了，因为没有通讯工具。如果贾某死了，那整个世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位置。看着所剩无几的水，3人肯定觉得再等下必死无疑。于是尽管外面越来越热，他们还是决定弃车走出去。跟贾某一样，他们也选择往东北方走，但人在沙漠中是很难走直线的，再加上3人对这里都不熟，所以他们反而越走越偏。在又热又渴的情况下，他们走了4、5个小时后也倒了下去，位置在皮卡东方偏南7.8公里处。虽然再往东8公里，这是苏勒河的尽头哈拉奇湖，但这个湖当时已经干涸，所以他们就算到了那里也活不下去。4人应该都是想先往东再往北，因为从这里开始东侧的路更好走，地上也有不少越野车碾成的路，而且我在地图上发现这条路线上还隐藏着一个人造建筑不知道是保护站还是什么设施，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如果有人的话，他们坚持到这边或许也能获救。陆巡车上的3人我们等下再讲，这里先聊聊前面的几个疑点。第一个，贾某为什么不带他们原路返回，而是选择走东北方呢？我看网上有人说是为了躲避检查，其实不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来时他们跟取经一样花了2天才到这里，那原路返回的话岂不又待2天？要知道现车大户陆巡可跟着呢，更何况他现在还严重动力不足，从原路能不能出去都是个问题。而东北方就不同了，这些绿色线条就是他们四周的公路，其中东北方的路明显离得更近，那边也是雅丹地质公园区域，而且东北方这段路地势相对平坦，汽车又是顺着沙丘的纹路跑，时速最高可达100公里，运油车平时也走这里，所以从这边出去肯定是最好走也是最快的。有人可能会问，那来时为啥不走这呢？这个看地图就明白了。从敦煌到这边一下高速就有个地质公园的公安检查站，前面我们说过他们这是违法穿越，这么多车过去很有可能被查，而回去时就不同了，车少应该没事。接着就是他们把水和食物留给大部队的事，因为贾某对东北方这条路非常熟，平时1个小时左右就能出去，再加上他想轻装上阵，所以出发前贾某才把大部分的水和食物留给了大部队。坏掉的白色霸王龙上其实也有不少矿泉水，但出发时车主也没带上，不知道是车主不愿带还是贾某不让带。再就是7个人为什么连卫星电话都没有？月牌陆巡车上原本是有一个的，但早上时贾某让运油车的人给带走了，目的是防止运油车进沙漠后联系不上，而没有卫星电话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车队里的一名摄影师后来在某某书上发文说，他们川籍车队带了4部卫星电话，如果属实的话，再加上陆巡车主的，那他们总共应该有5台了。所以为啥没有分一个给向导贾某呢？是不愿意给还是坏了？又或者说是贾某比较自信不想带吗？具体原因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毕竟贾某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了。至于贾某自己为什么没有买这些装备，只能说他不够专业。发现贾某尸体的刘某曾说，其实贾某做这行才2-3年，他并没有稳定且成熟的团队，只有当接到客户后他才临时找人。另外他的越野驾驶技术、野外生存经验都没有达到基本水准，他甚至连 GPS 定位系统、奥维软件都不会用，这2样那可是无人区穿越必备的。至于现车这种问题，他就更缺乏实际的解决经验了。而事情到了这里并未结束，因为大部队还在外面打卡，陆巡上的3人也还在那困着呢。我们再捋一下时间线7月24号上午2支队伍分开，下午贾某遇难，月牌陆巡仍在原地等待贾某，而大部队那边已经进入了大峡谷游玩。大概在贾某遇难时，他们开始在峡谷内扎营休息。第2天一早，也就是7月25日，江淮皮卡中剩下的3人开始弃车徒步，陆巡中的3人继续等待，而大部队则顺着峡谷向南前进。之后他们来到了小泉沟，这里是罗布泊几个仅有的水源地之一，但水量很小，都是渗出的地下水。在这里打完卡拍完照，他们又进入了现车、拖车、修车的循环中。最惨时有5辆车同时趴窝。下午3点，一辆柴油版陆巡油箱见底，众人不得不停下来扎营休息。而江淮皮卡上的3人应该也在这时昏迷倒下，陆巡3人继续在车内等。傍晚时，大部队的向导段某驾驶猛禽，带上一辆牧马人去阿尔金山脚下取油，那里也是以前他们提前买好的。段某向车队承诺他会在4个小时后，也就是25号下午7点返回。可谁知道他们第2天天亮才返回营地，也就是7月26号早上。理由是他们担心晚上行车不安全，所以就在那边过夜了。他们仨共带回200升柴油，但猛禽和牧马人也消耗了200升汽油这一抵消，他们等于用200升汽油换了200升柴油所以这汽油又不够了。不够的话就得再让外面的人送，而每送一次就得再花2800，而且油钱和送油车的往返油钱也得车队出。再加上途中的其他事，川崎车队与向导之间的不信任感开始加重。按原计划，他们还要翻过阿尔金山，再前往花土沟镇的。可一行人早已失去了游玩的心情，他们一致要求立刻原路返回敦煌，而这个要求也在不经意间救了另外3人，也就是月牌陆巡上的3人。因为当大部队准备返回时，江淮皮卡上的4人已经全部死亡，陆巡车上的3人也在经历着跟霸王龙情侣一样的焦虑和恐慌，因为他们都在车上睡2晚了，可向导贾某却一直没有出现。3人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对，但他们没有选择弃车。车主17岁的儿子升起无人机开始观察周围，也幸亏他们没走多远，无人机恰好发现了10公里外的2辆故障霸王龙。3人知道白色霸王龙车上还有不少水，如果能拿到的话，那他们就能多撑2天。更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凌晨时陆巡车突然又能跑了，虽然动力依旧很弱，但还是能慢慢的往霸王龙的方向移动。可这份惊喜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走了3公里，陆巡车就再次罢工。他们距离霸王龙还有7公里远，
之后三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趁外面的温度还不高，车主17岁的儿子以及车主的朋友一起徒步到霸王龙那里取水。三人约定无论如何12点前必须赶回来，因为再往后温度会特别高。一路上两人仅靠记忆和偶尔升起的无人机辨认位置。幸运的是，走了7公里后，两人终于到达目的地。他们从白色霸王龙后备箱里一共找到了29瓶矿泉水和2罐啤酒。期间，两人还用石头在空地上摆了一个箭头，箭头指向陆巡车的位置。如果有人经过的话，应该能看明白那边出了事。之后，两人带着水迅速往回赶。在11点半时，他们成功回到陆巡车上，也恰好躲过了温度最高的时候。不得不说，他们的胆子够大，运气也够好。等体力恢复后，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他们，因为陆巡车又能动了，而且还坚持到了霸王龙旁边。你看，还得是陆巡啊，现车趴窝是他，耽误事是他，耐造还是他。停车后，陆巡上的三人决定就在这里等着，毕竟旁边都是上百万的车，肯定会有人来拖吧。不过三人还不知道，其实大部队这时距离他们只有20公里左右，只不过那群人又眨眼了，因为在下午5点时，有几辆车又没油了，他们又陷入了找油、运油、等油、加油的循环中，而且他们的食物和水也所剩不多这玩的也确实够糟心的。于是向导段某再次用卫星电话联系外面的人送油，之后段某带人准备过去接应，同时他也想去看看那2辆霸王龙还在不在毕竟这都2天了，贾某还没有跟过来。如果2辆车已经不在，说明贾某已经让人把车拖了出去，贾某应该也没事。如果车还在，那问题就严重了。不幸的是，半个小时后，向导段某看到了霸王龙。幸运的是，在此等待的陆巡三人也看见了段某。双方交流后，段某意识到贾某4人情况不妙，他让陆巡3人继续在原地等待，自己则开车往贾某的方向找去。不清楚段某有没有找到江淮皮卡，也不清楚是谁报的第一个警，只能从通报里知道敦煌警方先接到了报警电话，27号他们又转给了若羌警方，两边都是立即派人进入沙漠寻找。第二天，也就是27日凌晨5点多时，运油车终于将油送到了大部队的扎营点，同时进来的还有搜救队。加完油，车队再次出发。早上8点左右，他们遇见了在原地等待的陆巡3人。之后，代理向导朱某领着大部队立刻往沙漠外驶去。在上午10点左右，他们成功离开沙漠。出去后，他们又第2次报警。与此同时，搜救队已经有了发现。他们先是找到江淮皮卡，然后顺着脚印，在皮卡东部偏南7.8公里处发现了3具尸体，也就是白色霸王龙情侣和修理工鲁某。在70多度地表高温的烘烤下，他们的尸体都出现了碳化现象，皮肤已经变为黑色，而向导贾某却没有找到。7月28日，向导贾某的女儿委托熟悉当地的刘某去寻找自己的父亲。7月29日中午，刘某与另一人驾车进入沙漠，他们从公路下来后，仅走了10多分钟就发现了一具尸体，时间为13点11分，位置在江淮皮卡的正东方8.1公里处，距离另外3名遇难者约3.2公里，距离出口20多公里。画面中，贾某上衣摊开，尸体已经高度腐烂，而且也出现了严重的碳化现象，因为脸部已经难以辨认，他们从衣物才认出死者就是贾某。随后，两人驱车来到雅丹公安检查站，第3次报警。到此，遇难的4人全被找到。从尸体的腐烂程度以及脚印的掩埋程度推测，贾某的死亡时间明显要早得多，所以他很可能是在现车后不久就往外走了。而另外3人应该是在第2天天亮后出发的。当搜救人员找到江淮皮卡时，发现车是完好的，车内的油还有很多，只是车轮陷进了沙子里，而且陷得并不严重。车子旁边散落着一些工具，车上没有水，只剩下1瓶白酒。如果3人选择待在车内，怠速开的空调应该是能坚持到救援的。就算空调开不了，坐在车内开着门也要比在太阳下直晒好得多。毕竟陆巡车上的3人就是例子。还有水的问题，其实就算他们的矿泉水喝光了，皮卡的水箱内应该也有4升左右的水。修理工卢某肯定知道怎么把水取出来，省着点喝，撑2天应该也没问题。当然，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的经历、心情、环境肯定极大影响了他们的决策，以至于最后侥幸心理战胜了理智。而这起事故也警示了我们所有人，就是一定要敬畏大自然。既然把这里称作无人区，并禁止游客私自进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一个小小的错误可能就酿成悲剧。你或许有自信不会犯第一个错，但第2个、第3个呢？更不要提那些你无法预知的意外。如果您真的非常喜欢越野，一定要记得不要去挑战极端环境，不要脱离大部队，更不要跟不靠谱的人一起去，不管他是同伴还是向导。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